冰箱老是乱糟糟的，各种食物、食材、罐头等塞满冰箱，不知道该怎么整理才好。收纳冰箱可以利用一些好工具，做好食材管理，有秩序的冰箱，食物保存才能更有效哦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保鲜盒是收纳食材最好用的工具，用保鲜盒保存的食材不仅可以保鲜更久，保鲜盒可堆叠，能让冰箱空间运用得更彻底。我们先来看看保鲜盒保存食材的重点技巧吧。市场采买回来的肉片，清洗后将水分擦干，可以预先腌制再分装保存。2-3天内就要煮的，装保鲜盒放冰箱冷藏；比较久之后才要煮的，装保鲜袋放冷冻。冷冻库空间比较小，可以用扁平好叠的保鲜盒或保鲜袋收纳，更省空间。绞肉或肉丝可以装保鲜袋，用筷子或刀子分隔一下再放冷冻，下次要用取下需要的分量就行咯。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肉海鲜，清洗整理后放这种扁平的保鲜盒或保鲜袋，再放到冷冻库冷藏，保鲜效果更好，冰箱也整齐。蒜头、辣椒、葱等辛香料都是可以冷冻存放的食材，预先洗净切碎后，可以利用这种有小分隔的收纳盒存放，每次要用时拿一格，做菜时就很方便。用保鲜盒做食材备料保存很方便，蔬菜在料理前1天先洗好切好，放保鲜盒冷藏，下班回家就能快速做菜。一次煮比较多的食材，可以放保鲜盒或保鲜袋分装后冷冻，保鲜盒跟保鲜袋都可以重复清洗再使用哦。选购保鲜盒时要注意一下使用范围，确认保鲜盒是否可以微波或能不能放冷冻库等。合格的保鲜盒都会在包装上注明，使用前先确认一下哦。选购保鲜盒尺寸也很重要，有大有小才能分类保存不同食材，建议购买同系列可堆叠的保鲜盒。通常同品牌同款式的保鲜盒因为规格一致，比较好堆叠，食材放到冰箱时可以堆叠起来，就能有效利用冰箱空间。看完保鲜盒的运用法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冰箱的空间要怎么整理收纳。先来看冷藏区，冷藏区通常有很多蔬菜、隔夜菜、酱料、瓶罐、饮料等，该怎么收呢？可以堆叠扁平型的保鲜盒，叠好叠满，不浪费冰箱空间。这种扁平设计的保鲜盒也可以直立起，搭配保鲜盒来收纳。保鲜盒的盖子与盖身密合度高，直立收纳也不怕倒出来。要节省每天做菜的时间，可以把蔬菜备料先切好，像这样把菜都准备到保鲜盒，立起来放到冷藏室。要做菜时，把收纳盒拉出来就能找到食材。袋装食材打开后，放到保鲜盒保存，就不怕袋子打翻。保鲜盒盖起来不会窜味，要吃多少夹多少，可以维持食物新鲜度，保存更久。除了保鲜盒之外，收纳盒也是冰箱整理的好帮手。冰箱里也有很多酱料、瓶罐，利用这种窄长的收纳盒就能很好整理。瓶罐放在收纳盒，要取用只要拉出收纳盒就能拿，方便又能有效利用空间。鸡蛋不要放门上，放在冷藏室里面才能有效保鲜。用这种鸡蛋收纳盒来保存，放冰箱也可以堆叠，不怕压破鸡蛋。各种调味料、盒装起司等，用收纳盒把同类商品放在一起，要找的时候就不会一团乱。冰箱门的收纳区放经常要用的酱料，饮料类也适合放这边，打开就能拿走，减少开冰箱取物的时间。标签贴纸是管理食材好帮手，把购买、保存期限贴在保鲜盒上，一眼就可以看清楚，食材管理更有效，不怕放过期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分装在保鲜盒，料理更快速便利。用保鲜盒全部叠起来收纳，整齐又好拿。我们接着来整理冷冻库吧。用保鲜盒、保鲜袋冷冻分装的食材，可以用收纳盒将同类食材放在一起，做菜的时候更好找。袋上标示保存的时间，避免食材放到过期。冷冻库有很多袋装的团购食材，叠在一起常常忘了它的存在，就放到过期了。文件架也可以用在冰箱收纳上哦。把这种袋装食材直立收纳，也可以直接拉出来，要拿很方便。面包买多了吃不完，放冷冻可以保存更久哦。用透明的保鲜袋装起来放冷冻库，袋子上可以注明购买时间。
趴压的吐司可以放在这种较高的收纳盒，再放冷冻库保存。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烤一下就行，敲一下就能拿起来，不用担心吐司会粘在一起。干货类的食材或是炖汤用的中药等，放冷冻可以保存更久。用收纳罐保存红枣、枸杞、虾米等，罐子可以直立放在冷冻库，好拿又好找。冷冻库比较高，拿上方的东西很麻烦，用这种有把手的收纳盒，高出取物就能很便利。把同类的食材放在一起，要找要拿才方便哦。最后来看蔬果区的收纳方法。蔬果空间怎么用呢？可以用纸袋当分隔盒，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这种纸提袋。还没处理过的蔬果，这样分类收纳可以保湿哦。放冰箱的纸袋要选干净、厚一点、硬挺一点的，比较耐用。如果纸袋湿了、脏了，就直接丢弃换新。如果冰箱有独立蔬果室，可以用收纳盒来分隔出蔬果室空间，把蔬果一包包立着摆放，比平摆叠在一起好找。整理冰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管理食材，有整齐、好找、好拿的冰箱，食物才不会放到忘记、堆到过期。现在开始好好收纳你的冰箱吧。想知道各种肉类、海鲜、蔬菜怎么备料跟保鲜，都在蛙家的食材保存系列里哦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